一群背着案底的逃犯在这个伦敦街头跳着脚骂娘，甚至威胁要绝食抗议。结果怎么样？英国主子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反手给了他们记响亮的耳光。被卡了整整8年的中国驻英超级大使馆项目就在这几天英国政府突然又不想演了，直接全线绿灯批了。那这批平时自以为是英国宠儿的英港人瞬间成了弃子那都是集体破防哀嚎遍野在这场长达8年的拉锯战里你要说谁的戏最多，那绝对不是英国官员而是这帮英港人，尤其是那些黄丝和逃犯。那这帮人逃到这个英国之后那是真的身在英伦心恨华把这个反对中国大使馆当成他们在英国生存的唯一精神支柱。首先这帮人呢患上了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你是不知道他们闹得有多坏有个叫蒙兆达的通缉犯，这个人是谁？那是被香港警方悬红100万通缉的逃犯。他带着一帮小弟天天在这个塔村区议会门口演戏他们的理由那简直是科幻片编辑都写不出来的脑洞。他们指这个设计图说，哎呀不得了了呀，这个中国大使馆一旦建成，那就是个巨大的间谍中心。你们看看那个窗户是不是能发射激光？你们看那个地下室是不是像这个海外检查站，要把我们都抓回去。甚至有人说只要我路过那个大使馆，我就能感觉我的手机被黑客入侵了，我的隐私被窃取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一个个刷盘子的送外卖的都是比脸能干净，谁稀罕窃听你那点破事你当你自己是007呢？这就是典型的心里有鬼，看谁都是钟馗。其次呢，这帮人搞了一出双标的闹剧这才是最让人看不起的地方。你看英国现在的经济差，通胀高，还要大幅度提高宾欧签证的费用，甚至在讨论把这个难民送去卢旺达。这对英港人来说那可是实打实的割韭菜要命的事但是这帮人敢放个气吗？不敢。在这个英国主子面前他们温顺的像鹌鹑一样，甚至还主动帮这个英国政府洗地，说这是为了国家经济，我们愿意多交钱，这是自由的代价。好家伙被宰了还帮人数钱，这就叫顶级奴性但是转过头来面对中国合规合法的买地建房，他们立马换了一副嘴脸，龇牙咧嘴又是搞串联，又是搞这个众筹打官司仿佛只要把这个中国大使馆给搅黄了，他们就能在英国当上人上人了。最后呢，现实给了他们最狠的一击。他们本来以为只要闹得欢，塔区议会否决了，这个事儿就赢了。他们甚至在这个推特上提前开香槟庆祝说这是抗争的胜利。结果呢，英国工党政府一看经济实在不行了，还得靠中国，于是直接动用中央权力要把审批权收归国有。这个时候呢，这帮英港人傻眼了他们哭着喊着给英国首相写信，说爸爸你不能抛弃我们我们是为了你才反华的。哎呦喂，英国政府理他们吗？完全没有在这个国家利益和真金白银面前这帮政治耗材连当筹码的资格都没有。那现在这帮人呢，在网上那是如丧考妣有的骂这个英国政府背叛有的说要2次移民去火星。网友说太解气了既然这么怕中国大使馆，那就离远点呗，实在不行回香港自首，包吃包住绝对安全。这帮人就像大象脚底下几只蚂蚱，拼命蹦跶喊着不能过不能过，大象根本听不见，一脚下去连个响声都没有，直接碾过去了。那说完这帮人的丑态咱们得正经聊聊这块让英国人不得不低头的宝地。你以为咱们是在这个伦敦郊区随便找了个荒地盖房？错，早在这个2018年咱们国家就出手了，斥资了2.55亿英镑，折合人民币呢得23个亿，把伦敦塔旁边那个著名的皇家铸币厂的旧址给买下来了。哎呦喂，这个地方那可是有说法的用咱们的话讲吧，这叫风水宝地。这个皇家铸币厂是个什么来头这个地方最早那是生产英镑的窝子。大家都知道牛顿吧，人家不光会物理人家后来呢还当了这儿的厂长，就是在这儿确立了英国的金本位制度。后来呢像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金融大鳄索罗斯这帮玩钱的大佬
都在这片地界上留过脚印儿。中国把这儿买下来当大使馆，这一方面呢是咱们确实是需要一个更大的办公地，这另外一方面啊，这是实力的象征啊。咱们现在那个驻英大使馆那是清朝时候留下来的，虽然是文物，但是太小了呀。所以吧，买下这个皇家铸币厂，那是咱们为了提升形象，也是为了跟这个英国人好好做生意。这按理说啊，这买卖呢是英国政府点头同意的，钱给了，证拿了，按照这个英国规定啊，审批吧顶多也就12个月。结果你猜怎么着？英国人啊给咱们上演一出教科书级别的磨洋工。从这个2019年开始啊，英国当局啊就开始了漫长的拖延模式啊。这英国人办事啊，那真是出了名的刻板加磨叽。但对于咱们这个事儿啊，那都不仅仅是磨叽了，那就是故意找茬儿。一开始啊，让咱们补材料，行，咱补。中国人做事呢讲究规矩，你要啥我给啥。咱们请的设计师啊，那是顶级的，连伦敦建筑协会那帮老学究都说了啊，这方案绝了呀，法律合规，技术完美，既保护了历史古迹，又增加了现代功能，挑不出毛病。但是英国政府那边呢，就是不批，那是各种理由啊，只有你想不到的啊，没有他们编不出来的。最开始吧，是一帮住在这个附近的居民闹腾，说是大约300个住在塔村的居民，那是各种反对啊。反对理由一，产权纠纷，这不是扯淡吗？律师都说了啊，这地呢是永久产权，白纸黑字写是明明白白的，有个屁的纠纷啊！那这招不灵了，这居民去消停了一阵儿，紧接着啊，那个塔村区议会跳出来了，这帮人可是戏精附体啊！他们说啥？说哎呀，中国大使馆要是建起来，那肯定得装摄像头吧？那我们居民的隐私怎么办呢？我们在家里面吃炸鱼薯条，是不是都被你们看见了？我听了这话我都想笑。英国那是全世界监控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伦敦大街小巷哪个角没有摄像头？你自己把自己国民监视跟透明人似的，现在反倒怕中国大使馆装俩安保摄像头，这就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还不算完，更奇葩的来了，有人写信反对，理由是如果将来有人坐这个直升机飞过伦敦塔，往下面拍照的时候，画面里可能就会出现中国国旗，这让我们心里不舒服。嘿，你听听，这是人话吗？那是中国大使馆啊，不挂中国国旗挂什么呢？挂你们家床单啊！这就叫没事找事啊，这就叫骨子里的傲慢和偏见。还有什么理由呢？说是保护历史古迹，咱们的方案那是把旧建筑修旧如旧啊，专门请了专家维护啊。实际上吧，那个地方闲置了好几年了，都快成鬼屋了，只有咱们接手才能让它焕发新生。这帮人不管就是闭着眼睛瞎喊。更有甚者把这个事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2023年的时候呢，那帮英国媒体还出馊主意，说让中国把这个房子卖了算了，反正涨价了，还能赚个几千万英镑。这不把咱们当炒房团了吗？咱们缺那几千万英镑吗？咱们缺的是一个体面的能干活的大使馆。那到了2025年这个英国政府更是变本加厉那就是个半身不遂的状态。一会儿说12月批，一会儿说推迟到明年1月。咱们外交部也是急了多次敦促骂他们是毫无契约精神，失信失德。这话说是太对了，咱们花钱买地，合规申请，你凭什么卡着不放？这背后其实大家呢都心知肚明，这都不是砖头瓦块的事儿，是政治的事儿。这事吧拖了8年，难道真的是因为几个居民怕摄像头？当然不是了。这背后要是没有大票在捣乱打死我都不信。那几年这个中美关系紧张，美国那个董王也好，后来那个税王也好，都把这个中国呢当成眼中钉。美国这个大哥一吹哨子英国这个小弟就不得不摇尾巴。美国人说了不能让中国在伦敦那个核心地段搞这么气派的大使馆，那不是显得中国太牛了吗？再说了，万一他们在这个地下室搞什么间谍装备怎么办呢？所以2025年3月的时候呢，一直躲在这个幕后的美国终于不装了，直接跳出来施压。美国的一些反华议员轮番给这个英国驻美大使馆打电话，说哎呀，我们很担忧英国政府呢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哥发话了，立马就把审批给冻结了。
那个塔村区议会啊，之所以敢这么硬气的否决申请啊，这背后要是没有上面人授意，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他们甚至动用了军情5处和军情6处，就是那个电影里007那个单位。那这帮特工是拿着放大镜在咱们这个图纸上研究了个底儿掉，研究地下室，研究光缆，研究下水道，就差把这个地里的蚂蚁窝都给刨出来，看看是不是党员了。结果呢，2025年的11月这帮搞情报的不得不承认，哪怕是用这个显微镜看也找不出来毛病儿，地下通信光缆安全无虞，不存在什么所谓的间谍威胁。又到了去年年底这个英国内政部和外交部也松口了，说没有任何反对意见，那个所谓的安全问题纯属子虚乌有，就是为了恶心人编出来的瞎话。那为什么到了2026年，这英国人突然又痛快了呢？那必须是大哥不行了。你看看现在这个国际局势美国那边自己乱成一锅粥国内通胀，两党互撕，到处退群，到处惹事这帮英国人也看明白了跟着美国混吧，3天割9顿。美国现在是只想从盟友身上割韭菜，根本不管小弟死活。再看看英国自己脱欧之后那是往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经济低迷，罢工不断老百姓日子不好过。这个时候谁能给英国带来投资？谁能买英国的货？谁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是中国呀。这个超级大使馆项目那光是建设本身就能给当地带来多少就业建好之后那周边的商业不得带火了？英国政府呢算了一笔账，为了讨好一个越来越不靠谱的美国，得罪中国这个大金主还要赔上自己的国际信誉划不来所以嘴上虽然不承认身体还是诚实的很。这一纸批文其实就是英国人在向现实低头，向人民币低头，向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低头。折腾了8年这个事儿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了。这个超级大使馆的开建意义太大了。那往小了说吧，咱们在英国的华人华侨以后办事方便了，腰杆子更直了。往大了说这就是中国国力提升一个缩影以前呢，咱们是被这个列强欺负使馆被炸被搜查，现在呢，咱们买下当年大英帝国的金融心脏，在上面插上5星红旗。英国人拖延，美国人阻挠，逃犯们捣乱，结果呢，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给那些还在做梦的人提个醒不管是英国政客还是那些赖在英国不走的黄丝，认清现实吧，你们只是大国博弈棋盘上的一粒灰尘，美国那个不靠谱的大哥救不了你们，英国这个势力的主子更不会管你们。别再做那些无谓的挣扎了，看着都替你们累。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